蒋万安呛中央政府为台糖来辩解。蒋万安说：“卓荣泰还在练展吗？赖清德还不道歉吗？”哦，这两个真的很奇怪，尤其赖清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一句道歉都不说哦。那刘轩说，这中央呢是令人恶心的嘴脸，而且他们为了护航台糖哦，所以高官呢这个官官相护，所以这是人民的悲歌哦，人民怎么这么倒霉啊？那另外呢，总统府发言人就说啊，卢秀燕8年有没有验过油？有。蒋万安有没有验过苯偏比？有。哦，台北市政府就很生气，说你赖清德包庇神隐，还在那边骂我们。他说呢，这个台北市1年食品卫生管理检验超过7万次，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台南只有4万多次。哦，谁真正重视食安？谁真正去检查？哦，而且希望赖清德为了食安召开国安会议，因为食安就是国安，告诉我们20%的标准到底在哪里？你开了国安会议吗？交代清楚了吗？哦，那好，台中跟台南也交火哦。黄伟哲说，我们的油不是食用油啊，哦，我们这边是食用油跟汽油不同啊。哦，现在不是讲汽油啊，现在讲是你那个台糖那个猪油啊。台南市政府反呛啊，说呢，台中没有及时掌握，所以有执法疏失的责任啊。那另外呢，卢秀燕反击。整个台糖都在台南登记的啊，你登记，你不是一讲地方政府的，那地方政府谁呢？就是台南啊。经济部说要台糖通报是无限上纲，台中的法制局长李善植就说，那你台南自治条例规定要通报啊，自治条例应自发现时起48小时内主动通报本府卫生局啊，因为呢，只要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之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健康之余啊，这台南自治条例啊，上游供应是台糖给这个食品业者哦，这个中联给台糖，当中联给台糖，那台糖发现上游供应有危险的话，有之余哦，之余不是事实，不是说已经造成伤害，是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危险，有这样的顾虑的时候，就应该48小时里面，就向台南市政府通报啊。那你台糖做了这个事情吗？哦，所以呢，这是法律嘛，都没有什么好解释，就是法律就是这样的，而且你是台南市的自治条例，你自己定的法律嘛，哦，所以他们现在说呢，黄伟哲现在要走自己的路了，哦，也不管说你怀疑我是不是政治暴冲啊。那另外呢，说4月就发现这批豆子烂烂的，不对劲哦，所以呢，他们现在检察官查扣了36只手机，在那边查他们的通话记录、决策过程。中联的高层，他的干部、第一线公证人4月的时候就在讨论说这一批怪怪的豆子怎么烂烂的，调起来怎么黏糊糊的。真的不对劲，很奇怪，这样可以出货吗？哦，他们都已经知道了，结果高层也不理他们，基层都已经发觉有问题了，哦，所以呢，36只手机里面揭发中联盖牌的恶劣行径，都已经发现了啊。那所以陈其迈说，中联是无良厂商，该倒就给他倒算了啊。那另外呢，现在说联合报说这是毒油大乱斗，百官都争做乖宝宝。除了说台糖是好宝宝、乖宝宝，百官都争做乖宝宝，陈其迈反而呢，现在看起来是比较能够反映民情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看到不只是卫福部，包括经济部，包括国营事业、台糖，这是整个政府整体的失能。难道中泰院长还要持续恋战？赖清德总统还要持续神隐？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经济部长、卫福部通通出来替台糖来护航盖牌吃案，说他们知情不报，没有通报是好宝宝，说他们是无辜的。那人民悲歌，人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昨天活生生的看到我们政府的高官那种令人恶心的嘴脸。其实说太多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台中311这批粗油从头到尾都在中联的台中这个地方没有移出过。因此呢，对卢秀燕市长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要清楚的说明台中到底是不是8年来从来没有验过油。同样的，对台北市也一样。
蒋万安市长应该也要对外界来清楚的说明，在他任内到底有没有针对食品安全验过本片皮。这个卓荣泰啊，他的脸皮已经是像是铜墙铁壁，这个厚到不行啊！他早该下台了。我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说，从他开始不附属法律的时候，不依法编列预算，然后呢动不动就强词夺理，然后也不接受立委质询，我就认为说他早就不是一个适格的行政院院长。这次发生这个食安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你看他从头到尾，他有真心诚意的道歉吗？其实并没有。那么经过就是这一个多月的这个日子，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其实发生问题发生这个豆子有问题不仅是台糖在5月初的时候他自己去验了，他就有问题。然后现在连这个公司的员工，中联公司的员工也都知道说，4月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批豆子是有问题的。那由此可见，其实中联油脂公司它里面的内部的控管也出现了问题。怎么会是发生了这种看起来原物料就是出了大问题的事件，但是员工却只在 LINE 讯息上面然后传来传去说，这个好像觉得怪怪，整个调起来糊糊的，这完全是不符合一般公司里面的这个管理的 SOP。那更何况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现在就是台糖本身他在自己去验油的时候发现了，的确这批油是不合格的。那不合格之后，理论上他应该是要去通报了哈。不管说现在这个卫福部或是经济部从他曲解法条的解释说这个台糖没有通报的义务，但是无论如何，台糖你就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食品的业者，发生了这个问题，自己本身就应该要赶快去主动通报，这是涉及到你的行业的道德、你的职业的道德的问题啊。那么更何况台糖它也是国营的事业，更应该负起社会责任哈，有义务要去保护大家的食用油的安全。那我现在要讲就是，其实卫福部跟经济部，我觉得他们也是在强词夺理。其实，在食安法里面的规定也是很清楚。刚刚凤馨姐其实已经把她的这个条文也都讲得也都有揭露有公开出来，告诉大家说，对于这个只要是食安业者，他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的时候，就是你发现有这个可能性，就应该要通报，还不只是说是我只是停止加工生产等等，就应该通报主管机关。而这边的这个主管机关，当然就是指的是县市政府的主管机关。台糖它的总公司坐落位置就在台南市，所以他当然应该是要去通报的是台南市政府。那今天黄伟哲的说法也很奇怪，说这个在台南这个厂只是做汽油，不是做食用油。问题是你从法条的解释来看，他就是要通报，对，他就通报这个县市政府作为主管机关，那么通报台南县市政府、台南市政府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如果违反了这个义务，就应该要被处罚。更何况我们现在其实在食安法里面处罚的规定也不是很高，它最高也才处罚300万啊。对，那对于这个台糖来讲，这300万又算什么？中联油脂到现在为止，他虽然说罚了1.2亿吧，可是他其他的董事长还有那几个董事长，其实也都没有被收押禁见啊。那我认为说，其实这个问题真的蛮严重的。那么就像是很多人在说，这可能水很深哈，而且陆陆续续有看到越来越多的门神似乎就是要去掩盖这个有致癌油的这样事情。先从法律面来讲，好，我讲台糖有通报的义务这件事情建立在法律的义务跟企业的社会责任啊。刚刚凤馨讲得很清楚第7条食安法里面什么叫做食品业者？制造、输入、加工、贩售，全部都叫食品业者。什么情况要送验成品、原料、半成品、成品，通通要送验。你只要在任何一个关卡，任何一种食品业者验到有问题，通通要通报地方政府。对，食安法没有这么难懂，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大家知道食安法里面把大部分的食安的管理责任是建立在业者的自主管理、自主查验、自主通报。为什么？你业者每一个人都管好自己，那食安就没有问题了。可是现在的民进党的那一些高高在上的中央部会官员，让我非常的惊吓跟遗憾。他们在帮业者开脱，然后他们在指责应该是伙伴团队的地方政府。大家知道，不管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他们对的是千万个业者，请问有办法普查吗？没有，你今天7月普查，他8月出问题，你还是会出包。所以你最重要，你要建立在业者的自我管理，还有企业责任上面。你今天台糖，你验到一批有问题的货，你为什么不通报？包庇相怨嘛，我自己没买到就好啊，我没出代志就好啊，我再退回去给中联油。你没有通报的结果就是中联油不会销毁这一批油，它可能继续就卖给后面6月的南桥了，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上中下游的业者，然后原料、半成品、成品通通要一直验？为什么？互相监督，然后重复把关，这个概念有很难懂吗？经济就不懂哈，我们的龚部长不懂没关系，我们的卫福部不能不懂啊！你是食安法的主管机关呐、经济部护航护自己的仔哈，台糖是他的小孩子仔哈，不忍说重话，说哎，我们的小朋友台糖都是乖宝宝啦哈，他不是刻意为恶的，这件事就开罚了，又没有人说作恶的人是台糖。它就是一个不通报，然后导致这件事无限延伸，导致现在这把火烧了这么大，就因为你没有企业责任。我觉得基本上了哈，就是说，照理讲这个事情应该是超越蓝绿的食安的问题嘛。现在看起来就民进党的中央就一路护航他自己的地方政府，然后对于不是他的这个党派的地方政府，就全力挞伐，就全力去究责。这样子能够赢得人民的信心吗？这样的话，食安真的做得好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侨委会主委徐嘉清最近出国，说完了7个国家26天，然后呢，这个是报告很简短，他把他全部报告30页拿出来。说我很累，一天都没休息过。我之所以搭商务舱，是因为晚上都没有住旅馆那你叫我做什么那他说历任主委我算很好的啦，对不对那他们呢说张孝严当时只有一张表跟他太太一起去而且住5星级饭店所以呢，所以我有30页报告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团说可悲自己还拿30年前张孝严时代来当挡箭牌，那是什么时代了而且呢，陈建龙轰他说是谎话连篇，因为徐嘉清说他们这个泼他脏水那另外呢，到底出国干什么？说吃甜点也列为机密所以呢，陈志奎也当过前侨委会主委，他说可以列机密，但是立法院还是应该监督还是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看一下，总统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只是因为机密的关系，我真的不能多说。不能说的秘密有吃甜点，还有看电影，都在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日前访问美欧等国的行程里。阿公想要的。难道我们要全部脱光光给人家看吗？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交出报告只有5页，让在野立委质疑，难道是观光旅游行？前侨委会委员长陈世奎认为列机密不是不行，但对立法院应该坦荡透明。披露在整个网络上，不见得是一个好事。但是我有把我所有的出国报告呢，都送到立法院的教育局文化委员会。那么我们面对立法委员的监督，我们是坦荡荡的。所以说我们在出国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接触了什么人，立法院的那个委员会都全部知道。独自出国考察也有潜力，费用就不一定要看目的地。我们因为出国的这个旅费的经费并不是很充裕。所以我也常常一个人出国，那主要是看他行程如何安排了。那这个导致要花多少钱，这个倒是看那个航程的长短。针对被在野质疑假考察真观光，徐嘉清日前回应，有3段航程都是夜间长程飞机，当然要坐商务舱，行程目的要符合考察成果，在也没打算轻轻放过。嘉宇。现
这个徐家清他花155万哦，在7天走访26个国家，我觉得这个行程是很紧凑，而且钱也花的不多。那重点就是说他的工作内容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期待嘛？例如说去跟侨胞联络感情啊，或者是具体的工作内容，包括徐家清也提到说这一次这个华语文中心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增设在美国他们也很想要学这个华语嘛，所以其实他要去各个地方不管是去了解状况，或者是去了解侨民现在所遇到的困难，我觉得这些都是具体工作内容。可是被简化成吃甜点或者看电影，其实是对他很不公平。尤其是这个甜点师，他也是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的侨民，那在法国他有很优秀的成就，还得到法国总统这样子的一个青睐，所以他去了解这个甜点师的厉害之处。我觉得这当然也是一个肯定啊。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侨胞，他能够让大家都认识、都知道，然后宣传说台湾有这么优秀的人在海外，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这个帮我们的侨民去宣传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具体的告诉大家就好。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有点意气之争，变成是一种比较对立，甚至有点放大镜检视，甚至我觉得有点政治意涵，所以变成说徐家清也反呛说，过去的委员长都不用写报告啊，然后出国都指定要住5星级饭店等等。那他觉得他这样算是很委屈了，而且也确实是真的有在做事，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需要再放大镜检视，重点是侨民对于这个委员长有没有真的具体的在侨界真帮大家穿针引线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巩固我们中华民国在海外这些侨民的支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小英伟，我想这个出国考察既然是利用的是政府的公帑，本来就应该要公开揭露那我现在发现这个民进党政府好几个机关基本上他出国都花很多钱像我看什么国安会的预算也是编列了1000多万的这个出国考察计划，然后还有陆委会啊、总统府啊，然后乃至于现在的侨委会，他们也是编了就是非常多的钱，然后去出国考察。可是你看到他们的出国这个考察报告了吗？没有。我们跟他所知，他就这样说这不行。这个告诉这个委员因为呢这些都是机密，如果说是泄露的话，怕会又被中共知道。我心里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当时你们不用机密开？我们可以开秘密会议啊，我们可以审机密预算啊，甚至出国报告你们也可以用密件来送到立法院来接受我们立法委员的监督。可是他们现在完全都不做，跟他们所知他们就怀疑说我们是不是都是中共的代表人，然后告诉我们，然后就会泄露。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其实就是荒腔走板，他们过去是怎么样去质疑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要求所有的资讯要揭露，结果他们现在执政，然后所有的权力一把抓，这些重要的讯息都不揭露，连出国为什么要编了上千万的经费也不讲，说去哪边只要我说呢，你总要讲去哪个国家吧，去哪个国家，这个连国家也不能讲然后呢到什么地方跟什么人碰面，这就不能说。我说，如果说真的它是机密的话，可以送机密的文件报告来啊。那立法院过去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像我们现在审查国防、外交的预算，很多也都是列机密预算，开秘密会议审议。但为什么这些机关就可以不遵守？我觉得今天所有的问题的焦点就是他的态度傲慢嘛。因为今天民众党党团呢，当时因为他只能看到5天版的，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立法委员看到30天版的报告，所以呢5天版的报告里头呢，那个内容就非常非常少今天拜会，然后明天下午拜会，上午拜会，下午拜会，就这样子。然后至于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民众党党团当时提出来，觉得说115万，你好歹要告诉我们大家你钱花到哪里去。所以他才会有那一段话说，难道你要我脱光光，然后被这个中共通通都知道吗？才会有那一个，然后而且甚至呛了一句说，你们如果不懂怎么当立法委员，我来教你们怎么当立法委员。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态度上的傲慢。而所以民众党党团紧追不舍的原因就是，结果你知道那个在另外的25页当中，大家没有看到嘛？但是它隐秘的行程5页里头没有交代的，包括了吃甜点跟看电影。就刚刚这个特别讲说，哎呀，让大家知道很好啊，对呀，让大家知道很好啊。可是那列为机密它没有公开它列为机密吃甜点是机密，看电影是机密所以整个事情才炸锅。然后他现在要去搬30年前的救兵。
就让大家觉得很可笑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它回归到一个正常版，我们就用一个正常版的态度。对我们确实，因为坦白说，这件事情会在最近这段，应该讲说，其实我们是随着我们监督这一些官员，然后越来越监督的多了之后，过去真考察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假考察、真观光的案例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开始要求说要写报告。其实是因为假考察、真观光的案例太多了。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来提出一些报告，因为我们总希望说，我不觉得官员这个出国一定是浪费，如果出国了之后能够有好好的一个改善检讨，我觉得都是好事。但问题就在于说，那你这个考察报告，当然你可以有机密版跟非机密版，那机密版的部分你还是不能够不给立法委员看，因为它可以有机密会议。从过去到现在，如何处理机密，如何处理非机密，立法院是多年以来行之有年了，都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不用那么傲慢的说，你如果不懂当怎么当立法委员，我来教你当立法委员。但我必须说，徐嘉清你也没有当过立法委员。我补充一下哈，因为早上我也对这个事情有一点好奇或不解。我早上有专访了徐嘉清委员长哈，其实有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歪楼。就是那份30页的报告，我早上都看啊，看完以后我讲说这是不是机密？他说这不是机密。那为什么会有2个版本？他那个风险，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他真的找出他们侨委会里面的那个公文哈。2015年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新闻画面，我也认识的陈世奎委员长，他当时因为我们在海外总是侨委会，你知道两岸有时候会有一些角逐，会有一些较劲嘛，所以2015年前委员长陈世奎就定下规定，就是这个委员长如果或是相关的这个业务如果出国的话，回来那个报告哈，上网那个版本就是简版，大概就是几页，但完整版呢，好就是可以给外交部、给总统府或者是立法院。那我也问说，那你有没有给民众党？他说有，民众党开记者会，他7月30号当天他就给了。可是民众党可能一开始要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先上网看了，就说只有5页，就觉得太少了。如果只有5页，我也觉得很少。那我今天早上看的那个30页的报告，哈，翻一翻。他去了几个国家，主要都是这个刚刚嘉瑜在讲的华语文中心啊，这一码归一码了哈。就我也觉得说，可能嘉欣姐她讲话比较冲一点，对。那所以现在跟民众党团就等于杠开了。那他有没有给民众党团那个完整报告？有，他说7月30号就给我，早上特别问，你要不要好浪？就跟我啊，他就给他了。所以他就想说，所知你跟我要，我就会给你。为什么会说我只有5页？那因为委员长在国外做什么，我们确实不知道。那我看了以后，他去做什么呢？他主要都是去华语文中心，而且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我们的侨会居然跟美国国务院有签约啦。就是因为现在全球的各个不同的国家人都喜欢学华语嘛，那不是跟我们学，就是跟大陆学，对不对？那我们以前叫侨校，都是教我们的侨胞，现在呢就开广设华语文中心，然后呢在当地的外国人，比如说美国就用英文教他们华文。日本就用日文教，然后捷克，然后哪里法国、英国，那这个华语文中心现在已经快要100座了。那他讲了一个我觉得不错，因为以后也会政党轮替嘛，我觉得这对我们台湾来讲很好的什么，像是在旧金山，它的图书馆有一半都有华语文中心，我们台湾的侨委会的。然后呢，外国人、美国人就可以去学。Google 的总部有一些工程师，因为他在彰化也要设一个什么资料中心，准备来台湾的，不会讲华语，所以呢，侨委会也在这个旧金山 Google 总部里面设了一个华语文中心，教 Google 的工程师准备来台湾人的华语。像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推展是不错的。那他只要像我跟这样子的讲法好好讲，对啊，应该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报告30页其实公开，然后可以给伟汉看。可是我在想，我若据所知，他还不见得会他一定要给你看，他不给你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好，最重要就是说，因为如果说这个不是秘密的话，而且他是宣慰侨胞就看华语文中心，我觉得就应该要公开啊。确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政府机关出国报告，出国的一个公务系统，他们会上传一些出国报告书，那里面有些部会机关是真的写得太简单到就是你都会很怀疑说，那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徐嘉欣就自己大大方方把30页的报告公开不就好了吗？态度问题还是态度问题啦，休息一下再回来。包租代管业龙头叫兆基集团爆发财务危机，他承认他投资失利了，
操盘的人失联了，跑了，不见了哦。然后呢，这个好几百个房东悲喊，因为政府我才相信兆基，救救我们哦，因为他们可能这个为了去买公司债了，那因为呢，他这个公司配合的社宅哦，然后呢，这个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以前曾经是内政部次长吧，花敬群说我们没有介入招标评选了。哦，那会确保包租代管房东、房客的权益，哦，因为他被控是图利兆基公司，哦，那另外呢，这个兆基哦，它是2009年成立的，哦，叫做这个住宅啊、资产啊这些管理公司，核心业务全台房屋包租代管、社会住宅、不动产租赁，哦，经营规模在18个县市都有这个直营的服务点。大概他管理跟代管出租的房子有将近3万户，哦，然后呢，2024年宏基去入股投资他，然后呢，他原来希望能够 IPO， 哦，能够这个上市的，哦，那另外呢，说现在有100亿资金的缺口，所以他的董事长李建成火速请辞，那新的董事长发3个声明，第一个啊，这个绝对客户的权益不受影响，啊。第二个呢，这个新任董事长已经接任职务了啊。另外呢，他们这个会维护客户的权益等等等等。那如何维护，现在看不出来啊。那另外呢，花敬群被认为是门神，民众党说集团这个兆基集团报吸金了啊，投资人欲哭无泪啊。那另外呢，这个。国驻都是说严厉谴责对他们董事长花敬群的抹黑指控哦，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哦，因为可能会不会冲击了社宅的包租代管业务啊？那另外呢，民众党控花敬群是图利三有，那这个国驻都这个单位呢是说2/3案件是6都招标的跟我们无关的等等等等哈。那另外呢，花敬群说这个兆基是双北主要的协力厂商啊，台北市政府说今年也没有参加包租代管了我们看一下。和兆基物管前董事长李建成一起手捧奖杯，开心比赞合照。时任内政部次长花敬群2023年社宅包租代管成果发表会，大力表扬绩优单位，李建成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底下子公司爆出债务危机，李建成引咎辞职，但民众党团指控现任国家驻都中心董事长的花敬群就涉嫌图利他。根据驻都中心的员工爆料，李建成经常就跑到驻都中心里头去找花敬群，他还说他跟这个花敬群就是山友，2个人关系非常非常的好。金腰2人的关系全来自这篇杂志报道。民众党质疑李建成刻意凸显花敬群的关系，就是要获取投资客信任。第2期到第5期，他们将包租代管的业务发包出去的一些相关的记录，到第5期的时候，几乎已经变成了1/3。花敬群则亲上火线驳斥社宅标案是6都政府发包，更反酸从柯市府的时代就是如此。民众党在质疑谁？我在这边表达严厉的谴责。1到4期他们所服务的案件，全部都是6都，从柯市府时代就是这样。那是不是如果有图利，那是谁图利？那是唯一一次跟李建成董事长一起在山林里面一起活动。全台湾从2都到6都到9都，北中南东。全部都有，凡事都要扯柯文哲吗？强调花敬群跟李建成多次在媒体上提及2人关系，就是要博取投资客信任，但是否有图利，民众党呼吁检调介入彻查。来，凤先生，到底这个兆基是干嘛的？现在包租代管，他到底为什么会赔成这样呢？他应该是做其他的投资。如果单纯的包租代管，理论上来讲，其实是会给予包租代管业者一定的利润。那个利润不能说非常的高，可是呢，如果你的业务量做得够大的话，那你其实积少成多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啊。那我先讲一下，就是他显然是因为。我们现在讲包租代管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赖清德政府呢，他在社会住宅这件事情上面，我可以公开的说，他现在已经不盖社宅了。
我有朋友原本是在住都中心的，然后他希望推的是要盖社会住宅，结果没想到呢，现在的政策就是完全不要盖，那么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住都中心了。那可是呢，他们要做的方式就怎么样呢？就是我就用包租代管。那包租代管，它其实就需要好多的业务员，他去跟房东谈，然后去跟房东谈说啊，那我们是包租代管的业者，我们是政府立案的，然后我们是政府这个委托的，然后我们会帮你呢这个包租，你符合这个规定了之后呢，它就会有很多的免除一些税捐，就房屋税、地价税就会有一些减免的一些措施，然后还有呢，包括了就是一些佣金上面的减免，由政府来付，然后呢，他们就不需要去付。总而言之，给房东一些优惠，希望房东呢把房子拿出来作为包租代管。那对于房客的保障就是呢，这一些房子都必须要经过法院的公证，那因为有法院公证，所以他们就一定可以户籍迁进去啦，然后也可以申请很多的这一些房租的这一些补贴，所以呢是算有利于房东跟房客的。那所以这中间的业务单位就非常的重要。那每一个县市它都会根据这个所有相关的这些名单，好，然后接着呢可能就是大概每一个县市，它都会有2到3家来办理这个业务。那兆基真的是做得很广，很多的这一些公司，大概都可能只能够承包1、2个县市政府。可是兆基，我现在看它是密密麻麻的，几乎每一个县市它都是承包的单位。那理论上来讲，你作为中间的业务人员，你其实并没有办法去直接经手这里头的钱，所以不是房东就会直接被 A 钱的问题，而是因为我有政府委托我代管的这一个头衔，所以我底下的子公司去发行公司债，说穿了就是跟民间借钱。我发行公司债，很多的人就可能就去买这个公司债。我也觉得这里面恐怕金管会也要来查一查。通常发行公司债利息会比较高一点啦。对。可是通常发行公司债还会有一定的管道，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恐怕金管会也要介入调查，到底这里面是发行公司债，还是其实有违反银行法的这个吸金的问题。那我觉得关键点还是在于，那现在住都中心说它的兆基因为不涉及它的这里面它其他的子公司或者是关系企业的问题，所以它还可以继续的去负责包租代管的业务。但我要提醒一下，就是比如我们在军中，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在外面欠钱了，他其实在从中为了要去补他的财务漏洞，会做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会觉得他如果这个时候呢，打着政府的名号去协助做房东跟房客的桥梁，恐怕不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先不涉及这里面有没有门神不门神的问题，那所以我主张的是金管会要进来查，因为去查有没有违法吸金的问题，检调单位要来查。那他的这些关系企业也好，或者是子公司也好，到底跟兆基本身有没有这个很深的关联性？我觉得这些都是要查清楚的。因为他如果不是政府有这么多政府的计划给他，他发行公司债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投资人敢去买他的公司债。理论上是这样子，他一定是有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休息了再回来。好，今天9合1大选啊，国民党、民众党提倡要举办公投，那一共呢有5项，目前为止5项啊，反废死、鞭刑、重启核能公投、交通罚锾专用等等等等，还有安乐死啊，所以一共目前为止有5个公投案。那协商破局啊，就是跟民进党协商破局，最快8月14号表决。立法院宣规定就是说，协商1个月啦，冷冻1个月，大家协商不行就表决啊。那另外呢，这个游盈隆啊，就是中选会的主委呢，有2个提议啦，他去拜会民众党团，他说担心因为现在呢，民众党团提出了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同时呢，要将各公投案编在1张公投票，就1张公投票可能有1、2、3、4、5，反正几个案子1张公投票，不要说每个案子1张票，每个案子一张票啊，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大概认为开票会快一点啊。那游盈隆今天去拜会民主党团的8个立委，提出1个感谢，2个提议那这个谢谢就是你们要修法，谢谢你们。但是呢，改成
多案一票，就是一张选票里面有好几个案子。他说这是从美国的这个灵感来的，但是呢，他说这跟器官移植，你不能说移植肝只移植肝呢，它相关有很多相关的这个部位啊，所以不能只移植其中一点，不考虑其他相关条件所以呢，否则会引起很复杂的并发症，要考虑周详意思是说呢，因为他原来认为说案子太多了到时候会搞得很乱，就像这个柯文哲当选那一次连任了。因为本来丁守中应该当选的，我讲实话，丁守中那次票应该当选的，但是因为一方面开票，一方面这个投票，所以哇，民进党一看，民进党的提名人看起来开票很低，就干脆选票最后集中在柯文哲，所以丁守中该当选没当选。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老天有老天的意思了柯文哲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柯文哲之后也不会被关也不会这个案子这么多案子这个在手上，就是。在身上就是很难讲了，很多事情那所以呢，今天民众党就要一票多案那这个有一种就是说呢，让选务人员会身心崩溃，立法太匆促，因为没有多少时间了嘛考虑够不够周延那说朝野应该从长计议合并在一张选票上呢，可能有很多问题了有一种说没有办法解决拥塞的问题。你还是要一个票，还是要一样投啊？就是在一张选票怎么投呢？怎么这样勾？到时候开票的时候是不是要一样开呢？那林佩祥的书记长就说，那2026比不上2018年的时候吗？他说2018年这个当时这个他这样讲了我看这谁讲？这是刘英龙是说2022年一个案到晚上11点40分，两案会搞到隔天凌晨。那这个林佩祥就说，2018年有10个公投案呢，那到底怎样？那个时候现在效率还没有当时高吗？会搞得那么晚吗？等等而且呢，民众党委员说一辈子没有看到严云龙这么卑微因为他的预算被删，这个媒体宣传费780万被删78万，剩下的说将来可能如果统删还要再砍一半希望不要删他的预算。我们看一下，一票多案就是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可能而且他可能制造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柯 P 如果在现场，他一定很有反应特别来拜会民众党团，要为多案公投解套。中选会主委游盈隆看似客气，但话句句说到点上。仓促立法所带来的这些冲击，那是无法想象的。这个预算能够豁免在统删的人那张名单里面针对公投修法一张多案，民众党团稍微退后一步，而原先白银3题公投题目移转投票、交通罚锾跟安乐死，如今也删除移转投票，但跟国民党团的犯废死非和家园鞭刑题目5题协商，民进党炮火满点，根本一模一样的提案，再一次不做功课，再一次不思长进，再一次要再度来闯关，想要换取政治红利我要说这就是欺骗社会大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民进党这么害怕公投过去如果去看民进党的历史一直倡议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然后一直倡议应该有公投的，就是民进党。眼下游盈隆频频喊话缩案，蓝白党团甚至党内也对各自题目有疑虑，双方态度放软，最快这周就会尽速讨论。赶年底绑大选，在野党团公投进度恐怕脚步得加快些。好，当时在提倡搞公投的是民进党从蔡公投蔡同荣蔡公投的时候到现在，陈水扁我刚查一下，陈水扁任内2004年就办了叫做防卫性公投，2008年办了入联公投，2004年什么时候投呢？是3月20号，跟第11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同日举行。那防御性公投一个是还两岸呢，一个是强化国防案，要求中共撤除对台湾的飞弹，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第二案对等谈判，要求两岸展开和平对等谈判。投票结果投票率45.18%，没有到当时规定的1/2门槛，所以没有过。不是案子本身过不过，而是说不合这个通过的要件。2008年，陈水扁又搞了一个全国性公投，在3月22号，你看第一次在3月20，现在3月24都跟第12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同日举行，是台湾入联公投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那当天呢，国民党就是反联公投
哦，另外民进党还有一个讨党产公投，所以那边看起来是一个入联公投，一个这个反联公投，一个讨党产公投，看起来有3个案子。我觉得因为今年11月28号有9合一选举，那个选举的这个种类很多了，所以5项6项都太多了。哦，最多2项3项，蓝白自己要约束了，不能把这个公投当成无限上纲搞，我是反对的了哈。来，这个嘉玉怎么看？刚赵大哥讲2018那一次害到是谁？就是丁守中啊，是国民党自己人，而且那时候中选会主委还因此下台。那这一次又要再重演嘛？就是说蓝白大家都搞不定，然后这边5个3个这么多的公投案，然后最后还要一张表全部放在一起，到时候到底要怎么开票？选务人员都很辛苦，他们都志工哦，对不对？然后去那边看，眼睛都花了，我很难想象到时候开票会多么混乱。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对选务人员来讲，你要至少有1年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练习、去适应。你现在马上仓促8月14号要表决，马上要上路，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很多的公投案，包括废死，包括你说重启核能，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评估，然后需要这个相关的这些法制，不是今天公投大家民意觉得应该，然后就马上可以去做的事情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公投案，包括鞭刑，这也是啊，蓝白自己都瞧不定，然后你说要交民众来决定，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在乎这些议题，直接修法就好了，何必要交由民众来公投？这个嘉瑜说，选务人员要提前1年哦，这可见他就是不知道选举实务哦。选务人员都是投票前几个月才招募的，往军公教去招募，因为每天有日薪的哦。再来讲到2018年啊，那是我第一次选举，所以我印象深刻啊。10大公投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陈英前啊。在公投之前呢，立法院有很多立委就告诉他说，今年有10大公投哦，你的投开票所要不要多？你知道公投案多，那你投开票所也多，那每一个投开票所，它人流就会少嘛，少了以后开票投票就会快嘛，是吧？他不理，而且还减少，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天我11点10点多去排队，等我排了一两个小时，我看到后面很长，我就告诉立法委员说，你们赶快找主委。如果到4点还投不完票的话，到底是4点前就来排队可以继续投，还是怎么样？还有要求电视公司不能够开票，不能讲投票，不能讲政治，一样，你只能继续讲政治议题啊。这2件事情，你如果继续做，其实也还好，就是慢慢投、慢慢开而已哈，不会变成后来的边投边开。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所有立法委员那个时候找不到陈英前？他吓到了，他不敢接电话，不敢处理，因为发生这个状况，各地都跟他回报。我们当年有这样的主委啊，那今天尤一农你还要当这样主委吗？不管是6个5个，现在你都知道了，你就开始提前开票所有多少，人力有多少，你分流嘛，这是一个投票单的设计很好，他现在开始思考投票单的设计啊，这些行政的作为。你要说我行政好难哦，然后你要剥夺人民宪法的权利，这个权衡的轻重是不是不成比例？梁伟为什么不用立法的方式？是这样的哈，因为像鞭刑的议题，它本身它涉及到一个立法政策，我们到底要不要往这方面去推动？当然，立法委员可以说我要修，我就直接在我们修刑法呀，把那个鞭刑就加入刑责。可是的话，这样会不会觉得过于粗暴？因为可能在社会上不见得大家会支持鞭刑，所以我觉得鞭刑的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因为这个正是就是说可以让社会上大家去思考，到底我们台湾的刑罚制度里面要不要多一项鞭刑的选择。那么今天民进党啊，他基本上就是总是把说我们就是推公投是为了政治红利，那他们当时何尝不是这么做呢？更何况，对他们当时就是是。那么更何况就是说，我认为说这次的这几个公投啊，包含鞭刑啊、安乐死，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社会上面有比较多争议的哈。那应该可以来推公投。我还要再讲一点，就是说基本上我并不是那么同意，就是说在一张票里面啊要列很多的公投，因为毕竟这跟我们现行的选务是完全做法不一样。而且可能会有废票的问题。直接民权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所以创制跟复决你必须透过公投，我们有公投法，所以公投不可废，也不要一天到晚挡。但是如果能修法的，确实不用什么都公投。今天我们讨论的最新的一个点，应该是那个一票多案啊，就是要不要把可能如果2个公投、3个公投就在一张票上面，我们过去实务上没有，但是目前因为民众党希望这样做嘛，所以要提出这个修法。如果这个法过了以后，中选会还是得这样做啊。杨凤馨。
一票多投的那个情况，可能真正的问题出在说，如果我想要投 A 案，但是我不想投 B 案的时候，那这里面的这个正常票跟废票之间，它其实在查验的时候可能会有它技术上的困难。公投榜大选当然是要的，那这个。